马哈和托普利亚的比赛虽然已经很难促成了，但是关于他们两个的话题却从未减少过。尤其是究竟是马哈害怕托普，还是托普害怕羽量级的挑战者，这两种观点吵得非常凶。托普还说自己会升到次重量级打马哈，所以还是可以来分析一下这场潜在的比赛。首先，托普的身高是他的劣势，不过到了地面，他的小短腿也很难被控住。大地跟马哈打的时候没在地面上吃亏，就是因为他的小短腿可以非常轻易的抽出来。那么托普也同样具有这个不容易被控制的优势。大地那场比赛对托普来说非常具有参考价值，因为他们两个的身高体型很接近，而且大地的拳法都打慌了马哈，托普的重拳质量更高，也难怪他会对自己这么有自信啊。但那场比赛毕竟是在澳大利亚打的，马哈的补水时间太短，状态相当一般。托普除了短腿优势，他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其他人跟马哈打，好多都是未战先怯，有慌忙起身的，比如上次的莫伊卡诺，刚被摔倒一次就着急送头起身，一个小细节失误，直接被马哈打死角降服。还有站立打不进去就急攻猛打的，比如奥利维拉，他站立打不到人就莫名其妙来了个飞膝，被人家空中击落，也是一个失误，直接被马哈三角降服。还有过分执着于防摔的，影响自己站立打击，比如钻石，虽然那场比赛他已经给马哈创造了很大的麻烦，但钻石站立打击的流畅度和衔接明显没有以往的比赛高啊。以上这三种情况都属于自阵乱脚，而托普这种自信到天上，甚至有点接近自负的心态，就不会像他们一样自乱阵脚啊。这哥们儿是真的非常相信自己的实力。说完这两个优势，托普的劣势也要讲一下。首先还是身高啊，太容易吃高扫和顶膝了，马哈又特别喜欢用高扫和固颈膝撞。虽然托普现在已经有了大地的前车之鉴，但硬件上的先天劣势还是很难弥补啊。说到心态，其实马达莱纳的心态和韧性要更为突出啊。之前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伯恩斯那场，因为他的韧性而留意到他，察觉到了他不是那种只能打顺风局的年轻选手。而昨天我又看到了他以往的比赛，他以前居然就跟一个达吉斯坦的选手打过，叫拉马赞艾梅耶夫。不过这哥们儿不是跟马哈一个战队的，他在 UFC 打出了5胜3负的战绩。说实话，第一眼看到这个比赛还以为是 AI 呢，这也太像马哈切夫的抱摔了吧，身材也很像，皮肤还都很白，这个选手也是疯狂抱摔的类型。马达面对他，不管是防摔还是防拿背都非常细节，通通是教科书式防守。但是他防守成功后起身时也送了头，这个对手也用打死脚缠绕住了马达。马达背脚以后，他的拆把也非常冷静，拆了足足20秒啊！最后这个位置非常紧，眼瞅着马上要做成了，马达居然在最后关头最后1秒钟拆把成功，真让他逃出来了。而且他逃出来的一瞬间还马上反扑，不给对手也不给自己留一点喘息时间，这韧性真是杠杠的。最重要的是他在拆把过程中被绞得那么紧，却还能保持冷静，从没见过这么冷静和有韧性的人呢。这种冷静之前在沙夫卡特身上展现过，但是韧性个人感觉他甚至超过了沙夫卡特呀。也是看过这场比赛之后，我才更加确认马达莱纳才是对马哈威胁最大的人，托普的威胁还是要排在马达后面。托普后面第3个威胁最大的人应该是萨鲁基安。为什么将这3个人这么排列呢？首先，马达的体格最大，技术最全，以及他最宝贵的品质，也就是他的韧性和冷静都太突出了。即使马哈能在比赛前期压制马达，但是25分钟的比赛，马达会随时准备强势反扑啊，他也不会给马哈留一点喘息时间呀。然后是托普，他的重拳和降服威胁两方面都很强大，是大家都公认的。他也可能会在比赛前期被马哈压制，然后中后期一拳改变比赛的走向。即使不能一拳 KO， 如果托普能把马哈打晃，他衔接降服技术也是非常擅长的。最后是萨鲁基安，萨鲁基安拥有的所有武器库马哈切夫都有啊，而且还是 Plus 版本，尤其是降服能力始终在萨鲁基安之上。萨鲁基安的地面更多还是以控制和砸击为主，没有马哈切夫那么细节。结合以上，所以我认为马达和马哈的比赛是5-5开，他俩实力相当接近，胜负主要是看当天两个人的状态。而托普和马哈的比赛大概是 4.7 比 5.3， 马哈是 5.3， 略微占优。萨鲁基安跟马哈的比赛，我觉得是 4.3 比 5.7， 马哈 5.7， 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。托普说他拿完轻量级冠军还要到次中追杀马哈，他也要当3冠王，这言论有点太夸张了。1.69米打轻量级已经很勉强了，打次中量级那直接成气球人了。不过次中历史上还真有个1.68米的冠军，就是马特塞拉，他当年 KO 了 GSP 赢了冠军。当年看这场比赛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哥们也太小了，我还评论呢，我说这哥们许有1.6米啊，怎么干到次中量级来打了？不过也正是因为他如此小的体型，让 GSP 轻视了，所以来了个惊天爆冷。但是现在这个年代，估计没有人会小看托普利亚呀，所以他要是升到次中是相当难打。总体而言，马哈在这3个对手之中还是选择了挑战难度系数最大的马达，而且这3个对手2个是96年的，一个是97年的，马哈是91年的老小伙子。这么一对比，马哈都快成老将了，时间就像一头发情的野驴，奔跑起来就停不下去了呀。